奥斯卡的上午晒太阳时间，发现一个什么问题？发现我们的右脚又肿起来了。哦，因为痛风，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又犯了，可能是因为刚好一点，我就没有吃药了。今天稍微有点痛。哦，我先去找药去。大早晨的就四处找药。虽然我们脚有点痛，这看来还是没有完全的痊愈，但是我们得去工厂，今天下午得去工厂一趟。我们下午去工厂要去直播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下我们这个久未用的话筒，无线话筒，买了很久了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用它，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可能要在车间里边直播，车间里边呢它噪音比较大。所以呢，最好还是拿一个这样子的麦克风，这个直接把这端插在手机上就能用，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。直播嘛，不用搞太复杂了。好，先把它拿着。再说它可能要充电，我们先过去把它插着充电。看我这个脚，我又变成了坐车的人。今天我们这儿天气还可以，但是呢，天越来越冷了，明显发现两边这个树啊，没什么叶子了，开始。去工厂，我们现在，这还没等金黄呢，就已经落叶了。我们前段时间走这条路的时候，郁郁葱葱，现在光秃秃。我们已经到达了工厂。先去工厂吧。到达了工厂之后呢，我们得去后边的厂区看一眼，顺便带大家去现场直播的看看我们的生产步骤。我们先到这个编织车间，看看我们今年的新款生产成什么样子了，因为还有好多款都没有上。进入车间，我看看我们今年的男款，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年的男款了。我看这片儿，我就能大概能看得到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要竖条纹的那款在哪儿呢？竖条纹应该是这个。哎呀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。这是目前织出来的片儿。羊绒衫呢，从最开始的纱线变成这种片儿，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套扣缝合，这个就是纱线。然后我们就会这个经过套扣，来把它拼成件服装。看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编织成本啊！你看这边这台机有多快，左右，所以它生产一件羊绒衫特别快。这台机为什么这么慢呢？我们等会儿转过正面去就知道了哈。这个时间成本对于羊绒衫的控制很重要。就是说这件衣服，因为它的工艺复杂难度，它的编织起来的效率就没有那么快。但我们的机器是24小时不停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核算成本要核算这件衣服从这台织机上用了多久织下来的一件。看像这件，它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，所以它的速度呢，相对来说就比较快。我们看一下它生产出来的这个样子啊，就是没有什么工艺，就是平织，所以它的速度就很快。比如说这台机，一天可以织5、6件羊绒衫，那么这个速度呢，它一天可能织1到2件，所以这就是成本。就是为什么有的羊绒衫呢，克重它是一样重的，但是它的价格不一样，对吧？都是400多克羊绒的东西，但你看它织起来有多么慢。然后你再看它稍微快一点，这个就相当的快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的没有任何工艺的平织的羊绒衫，它价格比较便宜哈。包括这个，它也是在织一个平织的。哦，这是蜂窝针，对，它这个蜂窝针呢，它也相对来说比较快。从那边看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纱线。这边呢就是纯羊绒了哈，这是花的纱线。你看从这边进去是这样子的吧，各种各样颜色配好的。从那边出去，等会儿我们到时候看一下那个颜色是什么样子的。在我的旁边这个呢是仿的纯黑色的纱线，
是这样颜色的，这个纯黑色的无毛绒，没有羊毛的纯羊绒，然后会放到这里边去搅啊搅啊搅啊，经过一连串从那边出来，我们那儿去前面看一眼。这里边实在是太热了，但是我们的纱线还是正常的在跑。看这盘也在晃。现在呢，我们去一下我们那个后道，看看有多少衣服在包装了，看能不能拿出去卖。我们来包装车间，主要是看这条围巾，这是护身特别高的去年的一款围巾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灰色的纱线了，所以特别今年仿了一些这个灰色的纱线。今天晚上有30条，不过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卖完了。就这些。然后现在这个还不是成品，它还要经过缝商标啊、打吊牌啊以及检验啊之后，才会变成我们后边这样子。包装好的、打好吊牌的，装在这种防潮袋里边的这个样子。这是我们的男衫，哦，女衫，V领抽条啊，这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。无意中拍到我们今年新款，你看它这个扣子是用这种铜扣，黄铜金色，有点偏金色这种扣子啊，抽条。具体大家款式可能样子看不太清楚，但是我们很快也会上，因为它已经包好了。好嘞，走。现在快接近12点了，我们的直播完成。出去锁门，我们的样品间就这样锁上，锁门回家。虽然现在挺晚了哈，但是一点都不耽误我们取快递。我可能是这个快递柜最后一位客人。这个东西是很是离奇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很是离奇。虽然有点晚了，回去我们还是要拆一下信号。天都黑了，还不是天都黑了，路都看不见了，小区灯都关了。好吧，回家了。看看卡兔子已经自己睡了，你都睡了，你没等我是不是？拉帘，不等我你就睡了。自己上床睡了是不是？啊，睡吧睡吧，没事啊。等着太无聊了，是不是？我每天回来之后，他已经基本就自己在床上已经睡了，很乖，也不害，他不会在家里边咬电线啊什么找吃的。我一回来，他其实醒的。我们来拆一下包裹吧。今天有我们2个包裹，一个邮政的，一个顺丰的。我看一下，半夜拆箱可还行。哦，这是我们给那个新的 MacBook 买了一个充电线延长的 MagSafe 3，只有用这条线，它才可以达到100瓦以上的充电哈。你用 Type C 给笔记本充电，它达不到100瓦充电，这个东西很搞笑。电脑的视频我们会晚一点发出来啊。哦，这是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啊，手机滚烫，所以我去买了一个电竞的手机，给手机降温的一个东西，希望它可以好用。因为目前现在给所有电竞手机降温的这个产品啊，几乎无好评，就是好评其实他们都是刷的比较多一些。但是我们这个手机过热啊，导致屏幕变暗，这是苹果通病。这个的好处是什么？它支持苹果的这个环吸，直接可以吸到后边，这样它就可以给我们手机降温了。它带了一个磁铁片啊，但是我们是这个不需要这个磁铁片的，我们这个是直接可以，这是一个保护膜贴的，使用前撕掉这个，好，它就是降温的，啪吸上去了，刚好。我天，这个吸力这么强吗？我还隔着壳呢。我们看一下，这看起来有点好用啊，完美。
这样它可以整个给我们手机降温，因为直播时间久了，屏幕很热很热。但是我不确定它的噪音目前有多大。这玩意儿是插电用吗？这个其实是给就是喜欢玩游戏的、打游戏手机、玩游戏手机发烫的人准备的哈。但是我们是用来工作的、直播的。我们听听这个噪音怎么样？噪音如果太大的话，也不适合我们。哦，它在转。我的天，几乎没有噪音，太牛了这个东西，就是不知道它散热效果怎么样啊？这太牛了，这太适合我们直播了。完美，这是我最近买的比较满意的一件产品啊，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。我们的手机过热，终于解决了。